我要能当警察，这案子我分分钟给他破了。您要是看过1000部以上的电影，您就会发现，在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任何离奇的事。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男人，能做的只有挡在你们前面。我叫李维杰，在泰国的这座小城里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，平日里就靠着捣鼓网络服务营生，也爱帮衬邻里。而我这人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影，尤其是悬疑片。虽然我只有小学文化，但我心里清楚，家庭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。可谁又能想到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我们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。因为大女儿频频成绩好，被学校选去参加夏令营，可在参加当晚却被一个叫素茶的小混蛋侵犯，而对方就是个仗着爹妈有权有势的官二代。他母亲拉温是警察局长，父亲杜鹏正在竞选市长，在这地方那可是呼风唤雨的人物。而平平回家后，因为害怕，一直没把这事告诉我们。直到有一天，素茶又再次找上他，拿着当晚的视频作为要挟，让他晚上10点去仓库。如果你不去，或者告诉其他人，那我就只好把视频发出去了，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点赞。我那可怜的女儿无助又害怕，可我这个当爹的却因为跑业务去了外地，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女儿即将受到怎样的迫害。眼看平平就要遇到危险，关键时刻我的妻子阿玉突然出现。我不管你是谁的孩子，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，我就跟你拼。本以为阿玉在，素茶就会识相离开，谁知他反而更加嚣张，嚷嚷着要把视频发到网上。为了保护女儿，阿玉不得不上去争抢手机。看着母亲遭受毒打，平平本能地拿起身边的锄头，他想毁掉视频，更想保护母亲。可没想到这一锄头下去，竟然击中了素茶的头部。这时我忙完工作给家里打去电话，可怎么打都没人接。就在我刚挂断电话后，小女儿却接起了电话，可她听到外面有声音就跑开了，话筒也没放好。我连着打了好几次，都变成了占线的声音。由于常年生活在权力倾轧的边陲小镇，我对异常极度敏感。果然，当我回到家后，得知了刚才发生的一切。阿玉哭着说要去自首，想替女儿顶罪，可我怎么可能让她去？我在报纸上见过太多这样的事，死的可是警察局长的儿子。我们要是报警，就凭他们这样的势力，我们肯定万劫不复。然而在我不知所措时，那些曾经看过的电影情节突然在我脑袋里不停闪现。这一刻我意识到，如今的处境只能靠脑力周旋。于是我先让家人清理好犯罪现场的痕迹，接着亲自去处理素茶的跑车和手机。可在打开跑车时，却不小心触发了警报，差点就被吃早餐的桑坤发现。幸好距离远，他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。之后我把车开进施工现场，在删掉女儿被侵犯的视频后，直接把手机丢在了货车上，然后专门找到一处荒郊野外，把跑车开进了河里。既然素茶要用视频威胁平平，那我便让这肮脏的证据永成河底。然而这些还远远不够，想要彻底洗清嫌疑，我们一家人就必须要有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于是我一早就带着全家坐上大巴出游，期间我刻意留下各种痕迹，跟大巴乘务员聊天，跟宾馆前台沟通，甚至在泰拳现场故意打翻商贩的爆米花，目的就是让所有人记住我。而这看似日常的行为，在我眼中已是生死谍战，因为每个人的记忆都关乎着我们全家人的安危。旅行结束后，我让阿玉把所有消费的票据都留好，如果想要不被人怀疑，我们一家就必须赶快回到正常生活。很快我就接到了一笔大单，可当我去勘察工地时，李老板却被桑坤一脚踹倒在地。原来是他举报了桑坤贪污。见自己的客户被人欺负，我头脑一热，直接给了桑坤一脚，但这却把他给激怒，直接掏出手枪对准我。你敢袭警？这么多人踹我！来干嘛？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，这场冲突是我故意制造的。我深知警方调查素茶失踪案时，自己作为最后接触者必然成为重点怀疑对象，所以我当众踹倒桑坤，让围观者将我与桑坤的私人矛盾深刻烙印在记忆中。只要后续调查桑坤为难我，目击者就会将案件归因为报复平民，从而动摇证据链的可信度。果然没过多久，拉文就发现自己的儿子不见了，于是他动用全局警力找到了那辆沉入河底的跑车。而桑坤一看到跑车的照片，立马就举报见我开过。但队长知道桑坤后一直有过节，压根就没信他的话。可桑坤却仍不死心，带着队长去找早餐摊老板求证。而老板也是个明白人，说只看到车没看到人。但我心里十分清楚，警方迟早会查到我们头上，他们会分开审讯我们一家。一旦证词出现矛盾，所有之前的努力都将白费。于是我通过反复模拟审问场景，训练家人用真实但删减过的记忆回答问题，确保每个人对不在场证明的陈述高度一致。4月2号下午和晚上的时候，你们在哪里？罗彤。错，
已经过去好几天了，怎么可能张口就说出来呢？那天是周六，应该在罗同。对，记住你是学生，相对于几号，你对周几的印象会更清楚一些。我清楚拉温以暴力逼供闻名，预判家人会面临恐吓甚至刑讯，所以通过提前模拟审问来提升家人的心理抗压能力，避免因紧张让事情败了。他们现在没有证据，记住，所以拿我们没办法。但是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从我们口里面逼出证据。我心里清楚，这将会是一场艰难持久的对抗，所以我必须做好充足准备来应对接下来的所有招数。而很快警方就找到了学校，他们查到苏茶失踪前1周参加的训练营里有2名女孩住在苏茶失踪的小镇，而其中一个就是萍萍。但因为我多次对萍萍模拟审问，她早已熟悉其中套路，所以即便是面对桑坤恶劣的询问态度，萍萍也没有露出一点破绽。然而这也仅仅只是开始，警方很快就来到我的家里调查，而狡猾的桑坤故意套话，吓得阿玉差点说漏嘴。就在你这破林子后面，苏茶肯定来过你家。2号、3号我们根本不在家，我们全家去罗统了，3号晚上才回来。桑坤故意没提时间，就是要引导我们主动暴露。好在我反应够快，这才没让他的阴谋得逞。你们不是到学校去盘问过萍萍吗？孩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所以打电话把你们问过的问题都跟我们说过了。我越是冷静，桑坤就越是奈何不了我。直到我拿出当天游玩时的票据后，桑坤这才没有继续纠缠。虽然这次我们侥幸躲过一劫，但我深知苏茶父母不会罢休，即便是初步证据不足，拉温也会为寻子动用特权持续施压。他们还会再来找我们的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我们一家还是被带回警局审讯，而家里也被彻底搜查了一遍，但他们仍是一无所获。于是拉温把希望都寄托在审讯上，可他并不知道，我们一家早就演练过无数次，甚至就连小女儿在审讯室中都没有露出丝毫破绽。最终迫于压力，拉温只能先将我们释放，但他还是对我抱有怀疑，不仅让人调查我的背景，还将案发当天跟我有过接触的人全部找来审问，结果每个人对我都有印象，都能证明我们一家的不在场。然而就在拉温感到迷茫时，桑坤却突然提到我喜欢看电影，查他近1年来的观影记录。当拉温发现我阅片量高达800多部时，瞬间意识到我的行为可能是电影桥段的复刻，而其中相似处最多的就是和韩国电影蒙太奇。人最相信的就是亲眼见过的东西，林伟杰没有撒谎，他的确带家人去了罗统，但是他偷换了时间。我的确是把2号、3号发生的事情巧妙地剪辑了一下，就像一部电影在证人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让他们以为那些事就是在2号、3号发生的。所以即便拉温推理的再正确，我靠着证人口供和监控视频，他也很难给我们定罪。然而就在拉温为此发愁时，事情却出现了转机。苏茶的朋友从外地回来，把夏令营发生的事全说了出来。可拉温在看到萍萍被侮辱的视频后，竟突然流下几滴泪水。但我清楚，这不是他为儿子的恶行悔过，而是对我的憎恨。给我抓回来，他吃你！为了破解我制造的不在场证明，他又把我们一家抓回了警局。但这其实也在我的预料之中，而我早就跟朋友说好，如果我们全家再被抓进去，就把电话打给苏茶附近竞选对手的办公室。本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，可我却还是低估了拉温的手段。他竟将手伸向了我的小女儿安安，而安安作为年幼儿童，无法像成年人一样理性应对高压审讯。虽然我已经反复训练，但当他亲眼目睹家人遭受暴力时，仍会因恐惧被迫说出模糊证词。随后他带人来到我家后面的坟地，这是当地几代人的祖坟，可拉温却不管这些，一心只想找到儿子的尸体。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座可疑坟墓，但挖出来后里面却是一只山羊，这让拉温瞬间愣住。他怎么也想不到我竟然还留了后手。此时场面瞬间变得混乱，所有人都在声讨拉温夫妇。最终他因暴力执法和挖人坟墓引发当地民众强烈不满，不仅自己被撤职，就连丈夫杜鹏也受到牵连，导致他的市长梦永远破灭。虽然我们一家逃过一劫，但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，因为我利用民众的同情心引发了暴动，甚至目睹暴乱升级为打砸抢烧，间接造成了更大的伤亡。于是后来我在佛塔下将真相告诉给了拉温和杜鹏，其实他们的儿子当时没死，只是吞蛇陷入昏迷，而他真正的死因是活埋造成的窒息。说真的，我也一直深怀歉意，对你们，包括苏茶。最终我还是选择了自首。我曾坚信以暴制暴是我唯一的方式，但暴乱证明这种方式只会吞噬更多无辜者，而自首不仅是对家庭的救赎，更是终止连锁悲剧的责任。我虽然是个没有什么本事的男人，但必须在关键时刻挡在家人前面。